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是工作狂吗？如果你是的话，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所谓的工作狂有哪一些特征，又或者是呢，说不定你自己是工作狂，结果自己都还不知道。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哦。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anyway， 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订阅的，都帮我们按一下 ，OK？ 好，你觉得自己是工作狂吗？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老是一直在工作吗？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部分。这个议题呢，其实跟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关联，因为其实我是工作狂，然后我以前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工作狂，我一个礼拜可能需要工作6天，然后第7天其实不是在休息，第7天其实是在赶 notes， 就是因为我6天都在接个案跟病人，所以其实我第7天其实就是在工作。那我每天都在工作的状态下，其实长期下来变成身体非常的不好。然后到后来有一天真的就是觉得不行了，我必须要慢慢的让自己脚步慢下来，然后过了1-2年之后开始调整自己的步调，到现在呢其实有好一些了。到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我才发现我以为我已经治疗好自己的工作狂的症状，然后每周只工作大概3-4天的时间，但是我发现还是一样就是那个工作狂的那个特质还是深深的在我的本质里头。怎么说呢？因为2周前其实我身体是不太好的，那因为肠胃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吃任何的东西，又加上饮食营养不良，然后又加上水分摄取的不足的关系，导致我自己就有一次突然站起来之后就整个人就昏倒了，然后我就挂彩了然后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根本就不允许自己休息。也就是当我在生病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每天工作，然后有很急的案子，我还是一样想要去帮他们，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来，然后逼着自己赶快把这些案子的一些报告赶快写出来，所以导致我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负荷不了，才会有这样子一个症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下，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潜在或者是很明显的工作狂的症状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看，然后一起来改善这个部分 OK？ 好，第一个呢，就是在放假的时候还是想要工作。我发现呢，我在自己创业之后，我真的很容易，就算是周末有人写信或者是有人打电话，我还是会容易会就是要觉得我应该要回信，我应该要回电话，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或者是有人有问题的话，我还是一样会就是赶快去回应。所以我发现我的公司其实变得非常的不分明，我随时随地都是在工作，即使我要放假，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必须要做些事情。那如果你也是这样子的话，就算放假你还是觉得你需要工作的话，说不定你也是有工作狂的一个征兆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觉得你一直要工作，所以如果不工作这件事情，例如说放假、休假，然后 vacation time 这种就是出去旅游游玩的那种状态，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会反而让你压力更大。因为如果你每天就是朝9晚5，就是持续的这样的工作，你会觉得至少我工作量是负荷的来，我是可以 manage 的。但是呢，如果呢你需要就是请1周的假，你就会想说天哪，这样子的话我就是一整周这周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做，我必须要再多做一些其他事情，然后想说要多做一点，反而想要在休假前把所有事情还没有做完全部先做完，然后导致自己变得压力更大。第3点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很难把工作分配给别人，也就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明明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你也觉得应该就是让这个人去做，但是呢你就会忍不住自己揽回来，就觉得我做比较快，还是我自己来好了。又或者是呢我不觉得对方可以做得很好，不尽我的理想，我还是自己做好了。如果你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的话呢，那说不定你也是有一个工作狂的倾向哦。第4点，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常常身体不舒服？例如说头晕，然后或者是常常觉得非常的疲累，或者是肌肉酸痛、肌肉紧绷，然后甚至常常暴躁易怒。那如果是的话呢，其实说不定是你的身体有一个反应在告诉你，压力太大咯。第5个，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非常常见的，就是常常喝咖啡、酗酒、抽烟等等之类的。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越大，我们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刺激物来提神，又或者是我们觉得可能像喝酒啊、抽烟啊，像这样子的事情来让自己放松。所以你会发现呢，你的工作压力越大，你对于这些刺激物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种离不开这些刺激物的一个状态。如果是的话呢，说不定你也是有工作狂的倾向哦。第6个。就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常常会晃点别人？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你随时都要工作，你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完，你每天都好忙好忙好忙。所以呢，如果是跟家人朋友约会、吃饭这种闲聊的这种事情呢，对你来说其实反而没有这么的重要，你就很容易会因为工作就把他们给推脱，说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忙，我还有一个案子要赶，我还有这件事情要做完，没办法去跟你们吃个晚餐了，你们自己去吧。然后常常就是这样子晃点别人，让别人很失望。如果是的话呢，说不定你也是因为工作狂的关系，所以你把工作放在家人跟朋友前面哦。第7点，就是你对自己跟对别人都有超高标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会发现如果别人做的不好的话，你就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想要自己揽回来自己做。对自己也是一样，你对自己也会觉得我应该要做到哪些程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犯错，或者是我这些事情应该要做到怎么样才是理想的状态。然后对自己就是要求非常高，相对对别人也非常的严苛，别人一点小小的错误或者是小小的瑕疵，你都会觉得看不下去。第8个呢，就是常常在加班。发现这是一个常态，我觉得在台湾是一个常态，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朝9晚5，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好像大家都要比着谁比较晚下班，我才是最认真的员工这样，所以大家都就是加班，所以一天可能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都是正常的事情，然后所以导致自己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没有办法有时间多陪小孩，又或者是每天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好累，这些好像都是还蛮常见的。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常常在加班的话，说不定你也是有工作狂的倾向哦。第9个呢，这个就是比较一个隐微的一个部分。有些人呢会发现，其实回家的话呢，可能就常常会因为家里有另外一半会吵架，所以呢，为了要避免就是跟另外一半吵架，或者是为了避免自己一个人的孤单，又或者是为了要避免去面对其他一些生活上面一些琐事所带来的压力，导致自己就是沉浸在工作里头，常常利用工作来逃避其实生活当中需要去面对的一些压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说不定这就是你的一个隐性的工作狂的特质哦。第10点。就是呢，你一直都是不满足你的现况，所以你会觉得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工作，你要做更多的工作，你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你才能够有一些的满足。但是当你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够，我还需要再往上爬。然后这里的时候呢，就觉得不行，我还需要再多一点 promotion， 又或者是我需要再多加薪，所以就觉得自己要不断往上。但是就算你往上，你也觉得不够满足，然后还是要必须再继续努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说不定你也是有一个潜在工作狂的基因哦。以上10点就是我们大致上统计出来比较常见的一个10种工作狂的一个特质，有说中你吗？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呢？跟着我一起来自我大改善吧。OK，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觉，就是天哪，我自己真的有一些工作狂的倾向。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我认知跟一个自我觉察，我们才有可能有所改变。所以自觉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你有的话，对你自己承认，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狂的这个倾向已经导致我自己的身体变得不是很好，跟家人朋友的关系可能也有问题了，又或者是呢，我可能在逃避一些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解决。是时候该好好面对咯。 OK， 那第2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然后去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是一个工作狂。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分析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不够好，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必须要不断很努力才有可能会被看见。我在家里是老幺，一般来说好像老幺都会比较受宠，然后受到比较多的就是 attention， 但是其实我的成长环境呢是反过来的，因为我觉得again 是我自己觉得，说不定我哥哥觉得是不一样。我有一个哥哥，那我觉得我的哥哥从小就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婴儿，就是可以去就是有那种拍婴儿照啊那种的婴儿模特，所以我觉得他得到非常多的关注喜爱，又是个长子，所以你知道就是中国人嘛，重男轻女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其实得到非常多的关注，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比较不被看见的那个部分，所以从小到大在我心里头就会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部分，是我必须要非常努力，我才有可能被看见。那我要怎么样被看见、被赞美呢？当我的小学成绩非常好的时候，我的父母会觉得很骄傲，我妈妈会告诉别人说：“我考满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必须要非常努力，而且要做到非常的好，那我就会被看见。也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一直都是在一个非常竞争的一个状态下，自己觉得我在竞争的状态下，所以导致我在出社会之后呢，就还是一样不断的逼迫我自己去做更多，做得更好，我继续往上爬。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导致我有一个这样工作狂的一个倾向。那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先去面对我们自己，然后接纳自己，看见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一些根源，我们才能知道原来我还在跟自己过不去，那也许是时候该改变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试着让自己找出一些替代方案。我们要试着开始做一些时间上的规划。那怎么样去规划呢？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要取代一件事情，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更重要的不是把这件事情从我们生活当中拿走，而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方法。例如说呢，有些人可能就是酗酒啊、酗毒啊，他们会觉得说叫我不吸毒，那你要我干嘛？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替代品。跟我们的工作狂这个部分也是一样，你不工作你要做什么？先帮助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些活动，一些休闲活动，例如说可能真的就是重新 prioritize 你人生当中的一些重点，把跟朋友出去相处，把它变成一个重点，又或者是呢找出一个兴趣，例如说让自己学画画、学游泳、学冲浪、学怎么样去登山，然后登峰之类的。任何你觉得会有兴趣的事情，从那些事情开始，让自己找出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充实、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的事情，然后让自己能够重新把自己的人生洗牌一次，重新再让自己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才能够取代那个